摩羯、射手座5月前后关系危机指南。不行了啊，摩羯这次真的是没辙了。你说喜欢嘛，其实还是喜欢的啊，但是你说能回去嘛，在这边其实看起来也还是不太有希望，有点回不去的感觉啊。这边这个权杖侍从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摩羯真的是只能站在原地去看着对方离开了。就是明明我们心里面也很想要去追的啊，但是就是迈不动自己的步子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追人家呢？就是你走都已经走了，我再去追你还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啊？但是其实摩羯我觉得并不是说不会主动，我们就是会怕自己的这个主动在你眼里会变成一个笑话，这个才是我们最害怕的一点。所以我们就宁可自己一个人去躲着去难受啊，也不想要在你面前去自讨没趣啊。但这边的话，我感觉对方他其实并没有走得太远，因为到这边一个逆位的权杖侍从，他其实就是说想走他也是走不远的，他一直都是有在等着我们摩羯来追的啊。可能他在这个近期在之前跟我们说的这个话会特别狠，就说那种说我再也不会爱你的啊，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不管你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回头的这种话。但是这边这个火元素在这里，其实就说明对方他更多的还是在虚张声势啊，他没有说真话，他说的都是一些反话。实际上只要我们摩羯能够对他稍微主动一些，他就会义无反顾的回头来找我们摩羯了啊。但是在这边他就是等啊等啊，就好像永远都是等不到一样。所以对方他这个时候他也会怀疑自己了啊，他也会觉得有一点后悔，就会想说，我当时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太重了啊？我是不是不应该去说出这些话的啊？我是不是真的有伤到了摩羯？所以其实对方他比我们摩羯想的还要关心我们啊。但是在这边摩羯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摩羯现在真的就是太难受了，都已经到后面难受的出现一个倒吊人了啊，真的就是那种有苦难言说不出来的一个难过。摩羯也是想要去就是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份难过这种委屈啊去说一说啊，但是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发泄口。其实我们摩羯最大的难过就是一直在内耗，一直在消耗啊，一直像这边这个倒吊人一样，就把自己困在这段感情当中，走不出来啊，也忘不掉。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像自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弃儿一样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说摩羯心里面到底有多难受啊，对不对？但是对方他有可能只能看着摩羯这么痛苦，他有点无能为力，因为这边一个倒吊人啊，逆位的倒吊人就是困住摩羯，同样也是困住了这个人。他其实我觉得对方他其实是有点自卑的，就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资格去靠近摩羯了啊，哪怕说我还想要去关心你，但是分开了就是分开了啊，我现在已经是有点配不上你的好了。所以虽然说摩羯确实也很难过啊，但我觉得真正需要安慰的，或者说两个人其实都是需要安慰的，对方他尤其是需要啊，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处境其实比摩羯还要难，他是真的在这边已经回不了头了，而且他自己也是不敢再回头。所以其实这个人啊，对方他要的有可能就只是我们摩羯的一种态度，一种什么态度呢？就是说你还愿意要我的这样一种态度，一个状态。他并不是说真的要摩羯非常卑微的去求他啊，他只是想要在摩羯的这个人生规划当中能够把它规划进去而已啊，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这边啊，我感觉我们摩羯真的是已经有一点绝望了啊，是不是我们摩羯宝宝？因为这边一个逆位的一个星币七啊，走到逆位了，那摩羯对这个人真的已经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那因为经过前面那种就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摩羯真的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追他了。所以你看这个星币七啊，你说摩羯真的甘心吗？摩羯也不甘心啊，我们也是很想要再去试一试的，对不对？要看一下自己种的这棵树到底能不能够开花结果。但是不管摩羯付出多少啊，不管摩羯到底再怎么去努力，好像就是作用比较少啊，几乎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逆位的一个星币七，那对摩羯来说就是典型的那种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感觉，就是不管我们对于这棵树付出多少，它到这边有可能逆位嘛，有可能已经是要枯萎了。就像我们这段感情，不管我们付出多少，有可能也已经回不来了啊。其实我们摩羯已经在这份感情里面有可能这种瓶颈期一样，有可能卡住很久很久了。那我们就是一直都不甘心啊，又一直都得不到一个结果，所以说才没有离开。所以现在我觉得摩羯更多的就是一种心灰意冷啊，真的就是有点看不到任何希望了。但是心里面呢又舍不得放下这段感情啊，所以我这边感觉其实更加难熬的。不仅仅是我们摩羯，包括说对方也是一样的，因为种一棵树嘛，其实他也是在等这个星币期在开花结果的，他也在等摩羯来找他的。但是现在对方他好像会有点就是快要等不下去了啊，因为到后面宝剑三出现，宝剑三他已经等得太久了呀，他其实前面倒吊人就讲过，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走远的啊，因为我还想要跟你摩羯在一起，所以我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离开。但是现在真的是因为等得太久了啊，我感受不到来自你的这一份温暖，这一份温柔，感受不到你这个热烈了，所以他在这样的一种等待当中，他已经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是被伤透了。所以其实宝剑三啊，他就是那种无法说出口的那种深爱，本身其实对方他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性格，这样一个人，加上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有闹得不愉快，对不对？也是有一些争吵、一些冷战的，对吧？所以他现在就只能够用这种等待的方式来继续去默默的爱摩羯。但是你说这样下去，它是一个办法吗？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啊！所以我感觉对方这个人，他马上就是要被疼的快要放弃掉，就真的是太难过，内心当中每一天的等待，其实对于他来说都不是希望，是一个煎熬。天亮的时候有多期待，那天黑的时候他就有多绝望了。所以其实他只是想要把自己的这种疼痛啊，去向摩羯去展示一点点，那有可能摩羯就会发现啊，原来他还爱着我啊。但是对方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太倔了，他又觉得说当初是我先放手的，那我现在又有什么样一个资格去继续在明面上面去爱你呢？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那
那他就一直会去把自己的这种疼痛去隐藏起来。好，那我们摩羯呢又是一个不习惯去深究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发现这个人他还在为我们伤心啊。摩羯但凡只要看见他伤心的话，绝对不会去置之不理的啊。按照摩羯这个性格，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所以其实现在摩羯对他也是比较心软的了，就只要我还能够在你身上去感觉到爱，那我们就不会轻易去放手的啊。在爱你的这件事情上面，摩羯真的是可以这么轴啊，真的可以这么的倔强一直下去的。但是这边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摩羯现在其实可以说并没有感觉到爱，我们真的已经找不到任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还爱我的一个痕迹了。可能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也找不到你曾经对我的那一份爱了。所以摩羯近期看起来，我觉得这边牌面啊有那么一点消沉了啊，我们摩羯宝宝会有那么一点的颓废啊。这边一个星币骑士的逆位在这里，摩羯其实真的很想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去专属于自己，这是我们想你啊，能够永远的不会离开我，永远都站在我身边，我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够出现啊。但是摩羯做不到啊，所以摩羯就只能够让自己去放手啊，就是说你走吧，我会在心里面去祝福你的啊，我也会自己呢能够去好好的去过下去，就不管在前面星币七这边我为你付出多少，我其实都不会后悔的。那爱过你是我这辈子最美好的一个回忆了。但是现在到这边啊，可能真的就是要走到头了。摩羯真的是已经有在去自我开脱，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啊，就会觉得说无所谓了。如果说跟我相伴一生的人不是你的话，那是谁也没差了。所以摩羯最近其实会有一种我们摩羯宝宝最近会有一种认命的感觉了啊，就会把目光去转向其他人，就那种家人啊，或者说朋友介绍的一些人什么的啊。所以摩羯真的在这边就是认输啊，投降了，真的就是爱够了也痛够了。那现在不如就是把自己的心去锁起来，随便跟什么人在一起无所谓了，反正不是你啊，都无所谓了。所以当对方他发现我们摩羯已经在退出这份感情的时候，他真的也着急起来了啊，他会比之前还要再难过，他会比之前要加倍的痛苦。因为月亮牌代表是什么呢？月亮其实就代表说他有太多的爱没有去说出口了，但是到现在啊，错失良机，他其实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因为真的已经太迟了啊。摩羯已经是离开了，就只剩下这个人，只剩下对方还在这个感情的角落里面一个人去苦苦支撑。其实我觉得对方月亮牌，我觉得他也是有不为人知的心酸的啊，比如说他也很想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摩羯面前，想要跟我们摩羯呢在阳光底下去谈恋爱啊，但是他做不到。他觉得摩羯其实就像前面这边这个骑士一样，自己只是一开始的这边的一个侍从，骑士跟侍从对不对？那我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我能够站在你身边偷那么几天的快乐，其实就已经很足够很知足了。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了。我现在难过的是什么？难过的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啊，站在你身边的人，站到最后的人不是我。我对你的爱并没有让老天对我们好一点啊，并没有让我们走到一个互相成全的地步。所以其实实际上对方他有一颗想要爱摩羯的心，但是他现在没有了爱摩羯的勇气了啊。月亮牌的这种清冷，其实已经让他感受不到温暖了。那对方对于对方来说，可能就像是大梦一场，最后梦醒了，该散的总是要散的。所以他其实也是认了，在月光的这个照耀下面，相爱的两个人终究还是没能够看到明天的一个太阳啊。这个才是比较让我觉得很惋惜、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很心疼你们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其实我真的希望就是命运不要再跟两个人开玩笑了，因为真的太难过了啊。特别这边圣杯九在这里，其实两个人真的就是那种天生一对的感觉。我相信摩羯其实也能够感觉到两个人之间应该是特别合拍的，对不对？我们摩羯宝宝，但是因为逆位真的是很遗憾，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阻挠我们两个人，所以我们摩羯跟对方有可能已经是见不到面了啊。两个人之间就是一直有缺乏相处，缺乏沟通。那这种有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啊，其实对两个人来说都会是希望渺茫的。摩羯已经是感觉不到对方的喜欢了，那对方呢，他也不知道我们摩羯到底有多想他。就是明明圣杯九啊，两个人都是想要重新去在一起的，但是不管是现实还是说家庭，包括说一些地域啊、心理上面一些距离，其实都在跟两个人开玩笑，所以双方在短时间内就错过了啊。但其实我觉得圣杯牌嘛，不管怎么说啊，其实两个人都是彼此的一个白月光的。那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两个人其实还是会对彼此念念不忘啊，就时不时的脑海里面还是会闪出对方的一个影子。我其实一直觉得相爱的两个人真的不要怕，兜兜转转啊，这个命运的齿轮转啊转还是能够碰上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摩羯宝宝跟对方下次碰上的时候，已经是能够排除万难，强大到可以足够撑起这段感情的人了，好不好，我们摩羯宝宝？射手这段感情真的是特别值得啊，因为射手真的就是从心底里面觉得就喜欢这个人啊。战车牌嘛，他会有一种征服感，一种占有欲，所以射手其实真的是很想要去征服这个人，想要把这个人把对方给收入囊中啊。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射手是那种只有真的爱上了才会变得这么狂热的这样一种感觉。虽然说射手本身对朋友也好，或者说对家人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热情、非常温暖的一个类型，但是其实射手只有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才会有这边战车这种就是想要占有你的一切，想要跟你一直相亲相爱的感觉。所以射手喜欢上你的话，那你就等着吧啊，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火热和炙热的一段感情。只不过我在这边的话，牌面会觉得就是进展太快的这个感情，它总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后续动力不足的问题。两个人其实从战车走到后面一个太阳逆位的时候，那这段感情就好像有点停下来了啊。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射手就不想跟对方好好在一起，而是我们会发现两个人之间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啊。比如说两个人最近的一个沟通可能也不是很顺利，就是我想要跟你去好好聊一聊的时候啊，两个人要么呢就是谁也不让谁
要么呢就是谁都不愿意去说啊，就是闭口，谁都不愿意去说。所以这边这个太阳逆位，它其实在这里还是蛮糟糕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射手可能也感觉到两个人现在有一点开始在走一个下坡路了。那虽然说我们射手真的是不想要放手，但是这段感情里面的这个太阳它都已经熄灭了，两个人之间已经没有了那种火热的感觉，所以我们射手想要抓住这个人可能也有点难啊，有点抓不住啊。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方他要知道一点，他也不是说真的就不爱了，也不是说没有感觉，因为其实毕竟前面这边这张战车就是双向的，两个方向嘛，双向的，所以这个人他对我们射手也是蛮狂热的，但是他也很清楚一点，就是两个人之间到底相差了多少啊，他会觉得两个人之间真的还是蛮不合适的，他是因为那种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他才会选择去放弃的啊。明明他心里面可能也很想要去把握这段感情，但是很多的事情可能就不是那种你想做就能够做得到的，对吧？所以两个人这段感情，他很可能就是像这个战车一样啊，只能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啊，所以其实这段感情走到后面啊，我们射手已经在这边就是非常痛苦了，因为我们不管是感情还是说各种条件，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去被满足到的啊。当然，我们射手在这边其实想要的特别多啊。射手在感情当中，我觉得有时候是会贪心的啊，贪的不是其他的，就是贪你的爱，贪你的好。那就像前面这边这张战车一样，想要把你牢牢的就是抓在自己身边。但是当这边星币4它走到逆位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愿望它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这段感情它带给我们射手的，就好像只有那种无法靠近或者说无法被满足的这样一个痛苦。所以射手到后期其实也是冷淡下来了啊。实际上射手心里的这个火它其实并没有熄灭，只不过我们会觉得自己再像以前那样对你去再这么傻傻的去付出，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对你这么好啊，但是你也没有给我什么。所以其实逆位的星币4，那回到星币3的时候，就是你还给了我，就是怎么说呢？你还给我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你给了我很多的这种不安全感，你没有时间来陪我，也没有精力来安慰我。那当我想要你更多的爱这么简单的时候，你好像都是无动于衷的。所以其实射手在这边真的是很难再感受到爱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让射手怎么去毫无保留的去爱你呢？对不对？我们一直小心翼翼的爱你，那也是会累的，对吧？只不过说虽然看起来就是有点拿捏不住这段感情的，好像是我们射手，但其实我觉得到这边啊，真正拿捏不住这段感情，我觉得恰恰是对方，因为对方他这边这张星币7很明显了，就是他不来追逐我们射手，是因为他也不确定射手会不会在原地去等他啊，他不确定，他不肯定，那他当然也不满意现在这个现状，他可能比我们射手啊还希望两个人能够这么好好的在一起，像前面战车一样好好的双向奔赴，希望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其实星币7它是一张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是一张非常迷茫的牌啊。对方他抓不住我们射手，他会觉得我们射手真的是一个就非常自由自在的人，他好像有点摸不清我们的想法啊，就像沙子啊一样，握太紧了反而漏的会越多啊。这个道理大家其实都知道，所以对方他其实会比我们射手还要害怕失去这段感情，所以他才会越来越不敢去付出啊，越来越不敢去主动。他其实会怕射手就是会讨厌现在自己，所以其实对方他就是在被动着在等着我们射手去主动找他啊。既然自己主动总是让你不开心的话，那我等你主动总可以了吧？啊，对方他是这样一个想法，但其实实际上射手对于这个人的主动，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蛮期待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可能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啊，总是等不到，最后等到的反而是一个失望。所以其实射手在这段感情当中一直都有在委曲求全啊，一直有在去卑微讨好。那射手内心其实也会越来越不甘心，就是为什么每次主动的都是我啊，你就不能来主动一次吗？但是射手可能不知道，就是其实在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的时候，对方他有可能已经是主动了无数次了啊。其实这个人对方这边他出现一个星币7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忙的啊，但是只要射手去找他了，那他再忙其实也会给到我们射手回应，哪怕说不是立马，但是至少啊他会给到，所以他其实也会把我们射手看得很重的啊，他把这段感情看得特别重，只不过他这边这个土元素，那更多的是在用行动啊，而不是在用这个嘴巴，不是在用说的，所以说才会让我们射手觉得他好像一直都没有主动，没有看到过一样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开啊，真的不是那种什么感情的一个问题，而是那种就真的是那种差异感，不管是性格上也好，还是说现实方面的这个差异，把两个人给隔开了啊。而且这边这个权杖骑士，其实双方之间我觉得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异地的问题，或者说心与心距离的问题啊，就或者说两个人见面的一个机会不太多，那就会导致两个人一直都有在聚少离多，才会让过去的那种积累的小问题慢慢发酵。因为有一些事情它本来只是有可能见一面啊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现在呢两个人都见不到啊，所以就会在两个人的心里面小事熬成了一个大事。哪怕说我们表面上好像对这个事情已经是无所谓了，但其实等到下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矛盾爆发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直会去翻旧账啊，一直就是去重蹈覆辙。而且这边啊，骑士这样的一个人物牌，它其实是会有一个隐患的啊。我们射手宝宝，那就是介入到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异性的问题。我们射手可能最近是不是有一直在担心对方身边有人啊，就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他的一个唯一啊，不是你感情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所以说射手才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啊。但其实我觉得实际上最根本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
现实的阻碍啊。就像前面这边说到现实阻碍，射手其实还是会像前面这个太阳逆位啊，就是看不到希望了才会这么紧张，就是才会想要去牢牢的抓住这个人啊，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怀疑和一个不安。但其实越是不安，就越容易会产生矛盾的。两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关心则乱，就是这4个字，总是在怀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你是不是想要放弃我了，才会一直在试探啊，一直试探又一直受伤，甚至说一直是争吵争论一个冷战啊。其实吃醋也好，或者说争论也好，其实都是代表两个人还在意这段感情，对不对？还是两个人互相喜欢的一个表现，只不过可能真的就是当局者迷啊。我感觉两个人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越吵越散，所以到这边后面一个权杖2的时候啊，已经没有什么回头路了。因为权杖2其实就是射手真的是拿这个人拿对方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啊，我爱又爱的那么的辛苦，那恨呢又对你恨不起来，所以我觉得对方真的是我们射手拿得起放不下的一个存在啊。所以射手其实在跟对方分开之前，也是有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动荡的，甚至包括说分开之后也一直在纠结和犹豫到底要不要回头。因为其实这边这个权杖2就是会有一种左右摇摆的感觉嘛。那为什么射手会摇摆啊？还不是因为爱着这个人，还不是因为特别爱对方，对不对？如果说反过来思考啊，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没有他了，那是不是对这个人就一点点感觉啊都没有了，对不对？如果说心里没有他，就完全没有了，对吧？但是对方他可能不知道，就是你看，其实从头到尾这边牌面，两个人真的很少有那种心跟心相交相知的感觉，就是因为两个人其实都很少去主动的说自己有什么想法。那到了最后啊，对方他其实也是不知道我们射手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在他看来呢，射手就已经放弃自己了。那既然说你已经放弃了啊，我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我还不如就自己安慰自己啊，自己的去安抚自己，让自己去稳定下来，就是也不要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变得这么的不体面了啊，就没必要，明明以前那么好，就没必要到这个份儿上。但是对方他在这边，他虽然说看起来就是好像特别沉默啊，一直没有来主动的来找我们射手，但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走远的啊，我们射手回头还是能看得到他的啊，还是会发现他就站在原地啊，他其实一直就站在我们身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啊。可是我们射手可能就从来就没有回过头。但是你说两个人中间真的有没有这个前面讲的啊，这边有没有3方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宝剑侍从的话，很明显就是两个人身边还是有桃花，而且还是那种就是自己啊本人不太容易发现的。那等到发现的时候，这个桃花的影响就已经很大了，可能对方跟他的桃花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暧昧期啊，或者说我们射手也已经是跟其他人开始去接触了。因为其实宝剑侍从他也是那种比较单纯或者说比较爱玩的一个感觉，所以两个人会就是并不觉得身边的这个异性对自己的这个感情到底会造成一个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那等到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时候，那我们射手的这段感情其实也会变得非常的无解了啊。我们射手就只能在暗中去观察对方，对方呢也有可能只能偷偷的来注意到我们射手，因为可能射手会觉得说，你已经跟别人去好了啊，或者说对方会觉得你射手已经开始有新的恋爱了，你已经不爱我了，所以两个人其实在这边到后面都会有点不太敢靠近彼此。那虽然说双方两个人一直有在劝自己去放下，但其实看到对方身边有别人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会吃醋的，对不对？还是想要去占有他，想要去掌控他，还是想要就是希望身边站的人是自己啊，因为毕竟是我们爱过的人嘛，又怎么可能真的是无动于衷啊？真的无动于衷，那就真的就是已经不爱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射手跟对方其实都不用，就也千万不要太过于着急和难过，因为其实宝剑锋元素在这边，两个人不管在前面闹得到底有多凶啊，其实现在还是会有那么一点藕断丝连的感觉，至少说两个人心里面是还没有彻底放下这段感情的。那如果能够抓住啊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契机的话，我觉得双方之间未必就是不可能的啊。其实我们射手想要的感情就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你主动一点啊，可能机会就会出现了的啊。